本府明白了。大人可是明白了魏明主动投案的动机？正是。学生愚钝，请大人示意。公孙先生，那魏明揽罪上身之后，陈世美可还有违法之处？即使他声称是被魏明所逼迫，仍然难逃脱冒名顶替、停妻再娶的欺君之罪。倘若公主果然不予计较，皇上也的确开恩特赦了。如此一来，大人就不能再判此案了。不错，那魏明的目的正在于此。换言之，他安排的必然是由皇家出面，从本府手中救回陈世美。大人是说，公主会直接去求皇上？不，皇上乃是一国之君，又岂会为了陈世美一人而坏了朝廷律法、舆论公平？那么公主必定会去求太后。太后一向疼爱公主，更何况公主现在是有孕在身，太后势必更加不忍。倘若太后出面求情，皇上生性至孝，恐难拒绝。原来那魏明是如此算计。这样一来，那陈世美岂不就逍遥法外了？正是如此。大人，还有秦香莲母子。这么说，秦香莲是陈世美的原配妻子。倘若秦香莲坚决不同意，即使是皇上，也不能罔顾情理，置之不理呀。话虽如此，那已是家无私事。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，本府又岂能干涉？没想到魏明早已机关算尽，难怪他会坦然前来投案。眼前还有一个办法。大人打算如何处置？在太后插手、皇上下旨之前，先将陈世美拘提到案，速审速判，定验了结。可是泸州府孙大人，还有白云寺的僧人尚未来京，大人并无凭据，足以证明那陈世美乃是冒名顶替。大人又将如何将他拘提呢？公孙先生，那魏明前来投案的供词，就是本府的凭据。大人说的是，聪明反被聪明误。那魏明绝对想不到，他自己反倒成为大人将陈世美定罪的最佳人证。明日一早，就请公孙先生将一切准备妥当，本府亲自前往驸马府，将那陈世美拘捕到案。是，学生遵命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公主，
多谢你替我向太后求情。我说过，我不愿意我的孩子还没有出世就没有了爹。公主，虽然你是因为魏公公的逼迫不得不听命于他，可事后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一双儿女？回我的问话。我为了你的孩子去求母后救你，这让我想到了你的原配妻子。她为了自己的孩子，能去求谁？母后答应想办法救你，绝不是因为你，而是为了我的孩子和我。可怜天下父母心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可是你又是怎样的一个父亲？我知道错了。这岂是一句错了就能够了结的？你妻子儿女所遭受的痛苦，该怎样去弥补？我呢？我的下半辈子要怎么度过？这孩子将来又要怎么样去看待你这样的父亲？公主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就算是为了孩子，我发誓，我一定会好好弥补你们的。公主，你不要碰我！你给我听清楚，从现在开始，你都不许再碰我。你也要给我记清楚，你今天能够活在这个世上，是因为有了这个孩子，否则我也会让你身首异处。公孙先生留在府中，将一切准备妥当。本府回来之后，立即升堂。是，学生遵命。展护卫在，随本府一同前往驸马府，将那陈世美拘提档案。倘若驸马府的人护主阻拦呢？不可伤人，但也必须将陈世美带回。本府相信你办得到。属下明白该怎么做，我一定会把陈世美带回来。王朝马汉，在。备驾。是。启禀大人，泸州府孙大人到。好，来的正是时候，请他厅中说话。是。孙大人久候了。包大人，这位就是白云寺的主持方丈，圆通禅师。老衲圆通见过包大人。有劳大和尚了，两位请坐。好。这两位是公孙先生和展护卫。孙大人专程来到开封，本府感激不尽。包大人召见，本府岂敢不来？孙大人言重了，若非事关重大，也不会劳动孙大人。正是因为关系重大，本府更是不能不来。全案始末，孙大人可以明了。包大人在信中说得清楚明白，
圆通禅师也都明了。好，王朝。是。不错，这串佛珠是老衲赠与陈世美之物。那陈世美遭奸人杀害，本府深感遗憾。我佛慈悲，阿弥陀佛。本府正待前去拘捕那冒名顶替之人，届时还要请两位充当国证。静候包大人通知。有劳了，公孙先生。学生在。为两位安排住所。是。启禀大人，太后传旨，请大人立刻进宫。不出大人所料，太后果然插手此案了。公孙先生是说，大人早已料到。不错，所以大人决定立刻前去逮捕那陈世美。没想到还是迟了一步。难道太后插手，大人就办不了此案了？那倒不是，各种原因我自会向展护卫说明白。无论如何，等大人回府之后，事态必会明朗。臣开封府福营包拯，叩见太后娘娘，千岁千岁。包钦平身。谢娘娘。包钦，臣在。哀家宣你进宫，你可知道为了何事？回太后，想必是为了驸马之事。不错，那就好。哀家今天和你要当面说个清楚明白。启禀太后，此案涉及3条人命，开封府也已立案侦办之中。不知太后要与包拯说些什么？包钦不必将此事归于公案。你所谓的3条人命，魏明不都已经招供了吗？与驸马又有何干呢？公主与驸马在哀家面前将前因后果都说了。包钦，你也不必觉得意外。臣启太后，公主与驸马在太后面前说些什么，臣虽不得而知，但包拯却可确定，那驸马的原配妻子秦香莲以及他的一儿一女说了些什么，又受了些什么，太后想必也完全不知。包拯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臣不敢无理放肆。然而，太后既然要与包拯说清讲明，就该听听两造的说法，而不能仅听公主与驸马的一面之词。也罢，那哀家就听听你的说法吧。
臣敢请太后禀退左右。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你可以说了。臣遵旨。什么？如此说来，陈世美极有可能可以完全脱罪。战护卫别急，至少到目前，皇上还没有下旨特赦。太后宣大人进宫，就是为了这件事。难道太后不会请皇上下旨吗？这……看来非用江湖手段不可。不，战护卫，千万别冲动。大人一向嫉恶如仇，绝不会让陈世美就此脱罪。还是等大人回府再说吧。这秦香莲也的确称得上是个贤德的媳妇儿了。然而那陈世美却不以此为满足，竟然为了贪图荣华富贵，将那秦香莲弃若敝屣。那也是被魏民所逼，他也是情非得已呀。太后，如此谎言，又岂能信？抱亲，也非是哀家肯信他，而是如今公主已经怀了他的孩子，哀家又怎么能够忍心让孩子无父，公主无夫呢？太后，那么春歌冬媚之妇，秦香莲之夫又该如何？并非包拯苦苦相逼，非取驸马的性命不可。只是那陈世美的所作所为，已是天理不容，国法当诛。太后母仪天下，万民敬仰，又岂能为那陈世美一人而损皇家清誉，遭天下非议？太后又将何以面对天下臣民百姓？包拯，臣斗胆直言，太后若要治包拯出言犯上之罪，包拯甘愿受罚。包拯，你可知哀家除了当今太后的身份，同时还是公主的母亲。公主虽然不是哀家亲生，哀家却视她为亲生。身为人母，此刻又该如何呢？太后，你听哀家说，你一向执法守法，既然魏民已经担下了罪名，而你又无法证实驸马的确涉案，那驸马只剩下冒名顶替、停妻再娶的罪名。哀家又确信皇上能够特赦于他。抱歉，依法论法，你无法再治驸马的罪，你又何必再苦苦纠缠呢？太后说得不错，那3条命案，驸马或许可以脱罪。然而，秦香莲仍可告他不孝父母、抛妻弃子之罪。依法论法，包拯依然可以办他。倘若那秦香莲撤回告诉呢？缺少原告，你又如何查办？太后，那秦香莲深受如此的苦难折磨，又岂肯撤案不告？抱歉，这就与你无关了。哀家会以一家之长的身份劝说秦香莲，让她撤回原状。还有，你通知秦香莲，就说哀家要召她进宫，和她谈谈陈家的家务事。臣遵旨。还有，在哀家和他谈话之前，不准你对驸马采取任何行动，否则，哀家必定判你抗旨之罪。
宣香莲入宫。不错，太后要和你谈谈陈世美之事。包大人，香莲可否不去？怎么，你不愿意见太后？香莲只是一个乡下妇人。不，你也是当今驸马的原配妻子。太后的目的，无非是想劝你撤回对陈世美的告诉。你若是坚持不肯，去了又何妨？香莲，太后宣诏不能不去，否则就犯下了抗旨之罪。公孙先生说的没错。然而，你若是真不愿去，本府愿意承担未曾转达太后懿旨的罪名，你依然可以不必进宫。不，包大人，我去。你确定？多谢包大人多方维护。香莲千里寻夫状告驸马，不能因此反倒让包大人为香莲受过。太后虽然身份尊贵，香莲理直气壮又有何惧？好，既然如此，本府陪你一同进宫。不，大人，让展昭陪他去吧。展护卫，太后并非一般人，绝不会有不利于香莲的举动。你不必顾虑她的安危。属下是担心，入宫的途中，有人会对他图谋不轨。也好，不过你必须答应本府，在太后面前，不可出言不逊，更不可自作主张，横生枝节。展昭不至于鲁莽至此。此外，太后与秦香莲说话之时，想必会将你摒出门外，你也不可拒绝。展昭遵命。去吧。香莲告退。大人怎么突然对展护卫如此担心呢？他对此事已忍无可忍，本府担心他的江湖习性会被激发出来，那时岂不是难以收拾？大人顾虑的是，不过依学生观察，大人也似乎将介无法忍受之境。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公孙先生对本府知之甚深，何不拭目以待？是，学生明白。启禀驸马。包大人回开封府了。是，那名妇人却被太后带进宫里了。你说秦香莲？是。好，继续派人打探，开封府有任何动静，即刻向本宫回报。是。太后宣他进宫干什么？
前4品带刀护卫展昭叩见太后。平身。谢太后。展护卫怎么来了？展昭奉包大人之命，带秦香莲入宫，哦，秦香莲在哪里？在门外候宣。宣她进来。是。展护卫可是有话要说，是为了秦香莲的事吗？太后自有决断，展昭不便多言。展护卫回避也好，免得左右为难。民妇秦香莲叩见太后。你就是秦香莲？是。把头抬起来。你们都退下吧。展护卫，你也回避，这是我们的家务事。是。现在已无他人，你站起来说话，不用跪着了。谢太后。哀家知道你满怀怨恨，又知道你不愿与哀家对面而谈。可是事关公主一女的夫婿，哀家又是公主的母亲，自然是家中的长辈，所以只能请你耐着性子，听哀家把话讲清楚。太后不但是公主的母亲，同时也应该是天下妇女的典范。果然是书香门第，言语不惜名利，却一语中的。你是要哀家对此事秉公论证？太后母仪天下，不容民妇智慧。说得好，可是今天哀家是以一个母亲的身份和你谈话，眼前的情形或许你还不十分清楚，就让哀家多说几句，让你明白。公孙先生，学生在。你随本府办案多年，可曾见过本府纵放过一名罪犯？可曾见过本府因位于权贵而不敢办案？又可曾见过本府让受到冤屈之人含冤莫白，有屈难伸？没有。这正是黎民百姓将大人奉为青天，也正是天下含冤受屈之人仍然抱持希望的原因。本府绝不是唯一的清官，只要是肯为百姓着想，心中抱持着公理正义的官员，都是百姓的青天。大人说的是。那么，即使本府不再为官，仍然会有无数的青天维护着公理正义，而那些受到冤屈的人，也都还能继续抱持着希望。大人，本府只是有感而发，公孙先生不必在意。皇上一旦下旨，驸马就会被特赦。倘若你不肯撤销告诉，包大人充其量判他个杖刑拘役。那时他虽然会被撤去驸马的身份，
却永远不会和你复合，两个家庭同时被破碎，你和公主的孩子也同时会失去父亲。这样的结果，对你来说又有何意呢？倘若民妇撤诉的话，又将如何？皇家会给你一大笔财产，会让你的孩子长大成人，也够让你们母子三人过一辈子富裕的日子。那样他们同样会失去爹。请太后恕民妇直言，那与出卖民妇的丈夫又有何不同？那你又想如何？难道要让驸马随你回乡下，让公主成为皇家的笑柄？不，太后，民妇不会让她回去。那你想要干什么？公道。民妇要的是公道二字，还陈世美惨死的爹娘一个公道，还那两个无辜的孩子一个公道，还天底下被负心的丈夫抛弃的无助妻子一个公道。太后，民妇要的是这个，而不是太后说的富裕的生活、庞大的财富。住口！你一个乡村野妇，怎敢对哀家如此说话？哀家好心好意将情况说明于你，你竟然毫不领情。民妇并非有心惹怒太后，只是心中的苦闷难以抑制，事态放肆之处，还请太后恕罪。你是个不可多得的女子，若是换在别的环境，哀家甚至与你投缘。说这些无济于事。哀家的话已经讲完，你自己去斟酌决定吧。来人，奴婢在。请展护卫带他回去。是。去请皇上来，就说哀家有10万火急的事要见他。遵旨。太后可曾为难于你？没有。他和你谈些什么？可是要你撤销告诉。包大人，太后说，若皇上下旨特赦，陈世美便不会以欺君之罪处置。他说的可是事实？不错，确实如此。香莲敢问包大人，难道这就是朝廷的律法？恶法亦法，本府也无可奈何。既然如此，香莲明白了，请包大人准许香莲带着儿女回乡下去。你依然可以告那陈世美不养父母、抛妻弃子之罪呀。公孙先生，倘若判那陈世美有罪，
是否也只是仗循居意？不错。那香莲又何必告他？不如撤销控诉的好。是太后让你撤销告诉的吗？太后说，愿意给香莲母子一笔庞大的财富。你同意了她的条件？没有，香莲还不至于做出出卖丈夫的勾当。既然这样，你为何还要撤销告诉呢？只是因为刑责太轻？香莲只是太过失望了。此话怎讲？香莲带着子女进京寻夫，原本已无计可施了，却有好心人言道，开封府包大人素有青天之诚，必能为香莲洗雪沉冤。谁知道一波三折，就连皇上和太后都干涉此事，朝廷律法竟让包大人无能为力，无可奈何。直到今天，香莲方才知道，这人间何尝有青天啊！哪怕皇上是老百姓顶了头的天，他也不过是个杀人的天。从此以后，香莲不再相信公道正义。从此以后，香莲不再相信天理报应。从此以后，香莲就是冤死，我也不再喊冤。且慢！秦香莲，你待怎讲？香莲就是冤死，也不再喊冤了。端回来！本府何曾说过不再为你做主？本府何曾说过会让那陈世美逍遥法外？今日本府就让你看看，公理正义犹在，天理报应犹存。冤枉啊！胆护卫，属下在。立刻前往驸马府，将那陈世美拘捕到案，不得有误。是。你怎么进来的？展昭乃皇上赐封御前四品带刀护卫，大内皇宫无需腰牌，可以任意行走。更何况是你小小的驸马府。展护卫来此何事？奉包大人之命，带你前到开封府受审。什么？你还是乖乖的随展某去吧。要是展某硬请的话，恐怕你会自取其辱。放肆！本宫乃当朝驸马，别说是你了，即便是包大人，也不会对我如此无礼的。
包大人或许会留些颜面给你，驸马爷恐怕不知道展某来自江湖，以我的脾气，随时让你血溅登场。展护卫，别动气，别动气，本宫随你去就是了。走吧。启禀公主，不好了，出什么事了？驸马爷被人带走了。什么？带到哪里去了？开封府。皇上驾到！儿臣参见母后。母后，发生了什么急事？要见儿臣。你们都退下吧，哀家要和皇上说话。是。母后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哀家请皇上来，是因为这件事非皇上出面不可。母后请说。哀家要请皇上下旨，特赦一个人。救人？救什么人？驸马陈世美，你的亲妹婿。香莲，公孙先生，快请进来。春哥、冬妹，来，跟张龙叔叔到院子里去玩。好，来，跟我来。叔叔带我们去玩。大人让我过来，交代几句话。公孙先生，请讲。大人即将升堂，审问了陈世美。依照惯例，原告必须在场。我会去的。不，大人不让你去。为什么？大人升堂审问陈世美，势必会将那陈世美当堂正法。让原告在场观刑，原本是对苦主的交代。然而，你与那陈世美毕竟是夫妻呀。我们之间早已经恩断义绝。只怕未必见得吧。公孙先生，你与他自幼便相互为伴，10年的玩伴之情，10年的夫妻之恩。纵使他的所作所为令你深恶痛绝，然而昔日的恩情又岂能一笔勾销呢？你为公婆儿女讨回公道是一回事，亲自目睹他身首异处，又是另一回事。香莲，你一路走来，
早已心力交瘁，苦不堪言，又何苦再蒙上一层终你一生也无法抹去的阴影啊？包大人不忍心看到你苦上加苦，痛上增痛，你还是不要去的好。包大人的好意，香莲明白，就依包大人的安排吧。这样最好。你就跟孩子们留在这厢房之中，事了之后，自然会来通知你。公孙先生，请留步。公孙先生，太后若要皇上特赦，包大人若要执意将此人正法，那岂不是有违上意？倘若如此，那包大人……包大人既然下定决心，自然早有定见。你无需替大人担心。那陈世美就算是受人逼迫，也不该呀。皇上，如今不是生气的时候。公主怀了她的孩子，眼看着包拯不会放过她，看在你外甥的面子上，你也得救她。哀家也曾宣召过包拯，倘若皇上不下旨，他必定会把驸马立刻处死。包拯并没有错，那陈世美的确死有余辜。皇上，难道你忍心看着你的亲妹妹年纪轻轻就守寡？难道你忍心看着那个孩子还没出生就没了父亲？他们毕竟是皇家的人呐。母后，那陈世美薄情寡义，禽兽不如，就因为她是我们皇家的人，儿臣就可以下旨救她？传扬出去，让儿臣何以服众？世人又何以看待儿臣呢？好，既然皇上如此在乎世人的看法，那哀家就要让世人看看，皇上是如何的不孝。母后，儿臣何曾不孝了？你不听母命，就是不孝。哀家劝你下旨救人，你推三阻四，就是不从。难道要哀家跪地求你不成吗？好，就让哀家跪地求你，英明睿智的大宋皇帝。母后，母后万万不可！儿臣立刻下旨救那陈世美一命就是了。不是哀家要逼你，哀家也是情非得已呀。母后不必说了。来人！奴婢在。回御书房伺候笔墨，朕要亲下手诏。奴婢遵旨。母后请放心，儿臣自会命人前往开封府传旨，将那陈世美特赦免死。那就全仗皇上了。
那秦香莲如何决定？他决定听大人的话，不去关行。很好。大人，学生有话要问，但不知是否适宜。公孙先生，但问无妨。是。大人下令将那陈世美拘捕纠办，固然是大快人心。然而太后早有交代，将请皇上下旨特赦。如此一来，大人势必难以面对太后。公孙先生是在替本府担心。学生不敢，只是……公孙先生，我辈读书之人，苦读应试，入朝为官，究竟所为何来？不过是想借着朝廷公器，为百姓黎民烧尽绵薄之力，为世间公理正义略效犬马之劳罢了。大人忧国忧民，学生望尘莫及。不，公孙先生此言差矣。公孙先生学富五车，博古通今，若要图个荣华富贵，何处不能？却偏偏要来到这开封府相助本府，终日绞尽脑汁，暗读老写，不过落得个两袖清风。公孙先生又所谓何来？学生是感佩大人的高风亮节，而兴见贤思齐之心。不，那是因为公孙先生胸怀悲天悯人之心。至于展护卫，仗剑江湖，快意恩仇，原本何其自在，却甘受朝廷节制、律法束缚，他又所为何来？展护卫侠肝义胆，嫉恶如仇，深知大人不惧权势，惩奸除恶，故而投身官府，报效朝廷。不错，你我三人何尝为了一己之私？如今为杀陈世美而丢官罢职事小，为养成上意而颠倒黑白事大，维护公理正义，何其之重？计较个人得失，又何其之轻？孰大孰小，孰轻孰重，一目了然。公孙先生又何须为本府担心呢？大人金玉良言，发人深省，学生获益良多，永志不忘。母后，快去救救驸马吧！别着急，皇上已经答应哀家下旨了。不行，等皇上下旨就来不及了。为什么？暴政派人把他抓到开封府去了。什么？来人呐！在。摆驾开封府。是。包大人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竟敢派人挟持本宫而来？难道你眼中已无王法？驸马爷休要动怒，让本府先为你引荐。公孙先生，两位请。这位便是泸州府知府孙大人。驸马爷状元及第时，也未回我泸州报喜，难怪本府也不知驸马究竟来自舒城县陈家村，还是
合肥县的白云寺。阿弥陀佛，老衲圆通。圆通大师乃是合肥白云寺住持方丈，正是驸马爷忌毒之处，在寺中想必多有接触。包大人，老衲与忌毒的举子陈世美确实相熟，而老衲与驸马却是初次相见。孙大人，大师，有劳两位坐镇认人。如今驸马身份既已厘清，两位请先回房休息。是。阿弥陀佛。两位请。驸马爷，如今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不错，本宫承认，本宫的确不是来自白云寺，但本宫乃当朝驸马，金科状元，这可一点不假。那是当然。不过本府手中却有多件与驸马有关的案件有待厘清，驸马爷何不随本府公堂上说？包大人说的可是那3桩命案？不错。本宫早已说过，那3人之死与本宫一概无关。那魏明前来投案自成罪状之时，也是如此说的。既然魏明已投案认罪，包大人又要本宫去公堂，又有何用？这3桩命案虽然已由魏明认罪，但件件与驸马都有牵连。稍待本府提审那魏明之时，还要与驸马爷对质。驸马若是不肯前去领审，岂不显得心虚？既然如此，本宫就随包大人去公堂，又有何不可？好，本府就与驸马爷公堂上见。来人呐！在。传令升堂。是。带人犯魏明。带人犯魏明上堂。魏明，犯官在。昨日你前来开封府投案，在本府公堂之上坦诚罪状。今日可要本府再重新审讯？犯官都已认罪，包大人何须再审？在你供词中坦诚以下罪状，本府一一再作提示。你若有修改供词之处，可当堂向本府提出。你可明白？犯官明白。据你供称，公主有心招新科状元陈世美为驸马，你查明她早有妻小，于是寻得与她同名同姓，来自合肥白云寺的落地举子，将他2人学籍互调，由状元冒名顶替，招为驸马，可是如此？确实如此。为防遭人揭发，你命驸马府侍卫韩琦将那白云寺陈世美杀害，埋尸于东城外树林内，可是事实？是。驸马原配秦香莲
来向本府诉状陈世美抛妻弃子。本府传陈家村地保陈春前来认人，你将他收埋，做出伪证，而后再命韩琦将他杀害灭口，是也不是？是。那秦香莲不忍见驸马受刑，宁愿撤回告诉，返乡回家。你为斩草除根，永绝后患，再派韩琦追杀他母子3人，可有此事？回包大人，犯官虽将韩琦派出追杀，可确无成功。那是因为韩琦一丝人性未明，而自尽身亡，秦香莲母子3人才能苟全性命，再向本府提出告诉。以上供词，你可有修改变更之处？没有，犯官一概认可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当下听判。且慢！怎么？你还有话要说？包大人，犯官虽然坦诚罪状，可这一切都与驸马爷无关的呀！住口！是否与驸马有关，本府自会决断，岂能容你在堂前多言？魏明，你身为驸马府总管，却无视于朝廷律法，连续教唆韩琦杀害无辜，怂恿陈世美冒名顶替，犯下欺君大罪，3条人命遇害，2户人家遭殃，罪孽深重，法所不容。本府以大宋律例，判你扎刀之刑。来人呐！在。虎子当伺候。是。出去玩好吗？不行，包大人说过，不让咱们离开这个屋子。为什么？因为包大人正在审坏人啊。如果你们出去玩的话，势必会影响包大人的。是什么坏人啊？娘也不知道。不过春哥长大之后不能做坏事，明白吗？
那我和冬妹就在屋里玩吧。去玩吧。驸马爷，包大人，方才为民审讯、宣判、行刑之时，驸马皆已目睹，不知驸马以为如何？那魏明罪大恶极，恶贯满盈，死有余辜。包大人审理公平公正，本宫佩服。驸马不及佩服本府，如今该轮到驸马爷了。方才魏明说得清清楚楚，那些事都与本宫无关呐。无论有关无关，皆与本府审讯驸马之事无涉。那包大人要审本宫何事啊？本府手中有一诉状，陈家村妇人秦香莲状告其夫陈世美不孝父母，抛妻弃子。驸马这是本案的被告，不知驸马可有辩解？本宫父母在家乡因饥荒过世，但本宫当时人在京城，并不知情。然而本宫也的确知道犯了不孝之罪，本宫愿受包大人依法判罚。那抛妻弃子又当如何？包大人，世间夫妻又岂能尽皆白头？如果包大人依此判罪，本宫也无话可说。驸马倒是肯坦然认罪。在包大人公堂之上，本宫岂能狡辩脱罪？本宫静候包大人判刑。